大家好，我是金蛋壳。最近美股科技股里出现了一个很反常的现象，市场一边继续买入人工智能硬件，另一边却在抛售软件公司。芯片、服务器、内存、数据中心仍然被市场当作人工智能最大的受益方向，但很多软件及服务公司却被智能体会替代人工操作这个叙事压制。这个逻辑听起来很顺，人工智能需要算力，所以硬件涨。人工智能可以自动执行任务，所以软件跌。但我觉得这个判断可能过于简单，因为人工智能真正落地到企业不是凭空工作的，它需要数据、权限、流程、客户入口和真实的执行场景，而这些东西恰恰大量沉淀在现有的软件平台里。所以今天这期我想聊的不是人工智能会不会杀死软件股，而是一个更关键的问题：这轮软件股下跌，到底是商业模式被颠覆，还是市场把一部分好软件错杀了？我的核心判断是，人工智能不是无差别杀死软件，而是在重新筛选软件公司。市场担心软件是有道理的。如果智能体真的可以帮企业写邮件、做演示文稿、跑数据、处理客户请求、生成代码、管理工单，那么很多传统软件的使用方式确实会变。过去软件公司的增长逻辑很大程度上依赖两个东西：第一，更多企业购买软件；第二，每个企业内部有更多员工使用软件，也就是客户数量增加，加上席位数量增加。但如果智能体减少了人工操作，市场自然会怀疑，传统软件及服务的按席位收费模式，长期还能不能维持过去这么高的估值？所以我们看到，市场一边追捧英伟达、服务器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，另一边开始压低软件股估值。表面看很合理，但我认为这个逻辑太线性了。真正危险的是那些没有数据壁垒、没有工作流嵌入、没有客户入口、功能又比较单一的软件。他们过去可能靠一个好用的界面、一个细分工具、一个效率提升点，就能获得不错的客户和估值。但在智能体出现之后，如果这些功能可以被模型直接调用、直接生成、直接自动化，这类软件确实会被削弱。但是另一类软件情况可能完全相反，那些掌握企业核心数据、深度嵌入工作流、拥有权限体系、合规体系和客户入口的软件平台，未必是人工智能的受害者，他们反而可能成为智能体最重要的部署通道。原因很简单，企业级智能体不是凭空工作的，它不能只是会聊天、会写作、会生成代码，它必须知道企业数据在哪里，谁有权限看哪些数据，哪些流程可以自动执行，哪些动作需要审批，哪些内容涉及合规，哪些系统之间需要打通。这些东西不在通用大模型里，而是在企业已有的软件系统里。客户关系管理系统里有客户数据，企业资源计划系统里有订单和库存，IT 服务管理平台里有工单和服务流程，数据仓库里有经营指标，Office 里有大量文档、表格和演示材料。所以智能体要落地到企业，大概率不是绕过软件，而是嵌入软件。市场现在容易把人工智能和软件理解成替代关系，人工智能越强，软件越弱。但在很多企业场景里，它们更可能是互相增强的关系。人工智能提供智能能力，软件提供数据、场景、权限、分发和工作流。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大模型或者 Copilot 嵌入微软 Office。如果人工智能可以直接帮你生成演示文稿，表面看好像它替代了 PowerPoint 的一部分操作，但实际情况可能是用户不会离开 PowerPoint，去一个完全独立的工具里完成所有工作。相反，人工智能嵌入 PowerPoint 之后，PowerPoint 这个原有软件的价值可能更高了，因为用户的模板、历史文件、公司格式、协作流程、权限体系都在 Office 生态里。人工智能在这里不是替代 Office，而是让 Office 变得更强。对微软来说，它提高了产品粘性和定价能力；对模型来说，它获得了企业级分发入口和真实工作场景。这件事放到整个软件行业，就是一个重新分层的问题。第一类是被人工智能削弱的软件，这类公司功能比较单一，没有太强的数据壁垒，也没有深度嵌入客户核心流程。如果智能体可以直接完成任务，用户为什么还要单独打开这个软件？为什么还要为每个员工购买席位？
这类软件的长期估值锚确实会被动摇。第二类是被人工智能强化的软件，这类公司掌握企业数据，嵌入核心工作流，有权限和合规体系，也有长期客户关系。人工智能对他们来说不是替代者，而是增值层。他们可以把人工智能做成附加功能，做成更高单用户平均收入的产品，做成自动化能力，做成新的工作入口。所以这类公司的问题不是人工智能会不会杀死我，而是我能不能把人工智能转化成新的定价权。接下来真正要看的是几个非常具体的指标。第一，净收入留存率有没有明显下滑？如果客户不仅没有减少支出，反而在原有软件里购买更多人工智能功能，那说明人工智能没有削弱这个软件的客户价值，反而增强了它的变现能力。第二，席位数量有没有被压缩？如果企业真的开始减少账号数量，减少普通员工的软件席位，那说明市场担心的按人头收费模式被冲击正在变成现实。但如果席位没有明显下降，或者人工智能附加功能的单价弥补了席位增速放缓，那软件公司的商业模式就没有被简单破坏。第三，人工智能功能到底是收入项还是成本项？很多软件公司都会讲人工智能故事，但关键是客户愿不愿意为它付费。如果人工智能只是免费功能，或者只是为了防御竞争而增加的成本，它会压低利润率。但如果它能带来更高单用户平均收入、更高客户粘性、更低流失率，那它就是新的利润来源。第四，软件公司有没有数据和工作流壁垒？工具容易被替代，系统不容易被替代。因为系统里有数据、有权限、有流程、有历史记录、有组织协作方式，人工智能越要进入企业，就越绕不开这些系统。第五，管理层怎么披露人工智能商业化？我更关注公司是否披露人工智能产品的采用率、客户转化、定价、销售线索和续约影响，而不是只看他们在财报电话会上讲多少次人工智能。当然，这个判断也可能错。如果未来智能体真的可以绕过传统软件界面，直接调用底层数据和接口，那软件入口的价值会下降。如果人工智能附加功能不能带来额外收费，只是变成行业标配，那软件公司会面临成本上升，但收入不一定增加。如果企业 IT 预算从应用层软件转向模型、云和基础设施，那软件公司在预算池里的份额也会下降。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看多或看空软件股的问题。我更倾向于把它理解成一次软件行业的重新分层。人工智能硬件涨是市场在交易建设阶段，图形处理器、服务器、内存、数据中心都是在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买单。但人工智能最终要产生商业价值，不能永远停留在训练模型和堆算力，它必须进入真实业务流程，进入客户管理、销售、财务、IT、设计、文档和数据分析这些场景。而这些场景大量都掌握在现有软件平台手里。所以我的结论是，人工智能不是无差别杀死软件，而是在重新筛选软件公司。没有数据、没有工作流、没有客户入口的软件会被人工智能削弱，但真正有企业数据、有流程嵌入、有权限体系、有客户分发能力的软件平台，可能不仅不会被替代，反而会成为智能体落地的基础设施。最后，可以把值得关注的软件公司大致分成3类。第一类是可能被人工智能强化的平台型软件，典型方向包括微软、Office、ServiceNow 这类 IT 服务管理和企业流程平台， Salesforce 这类客户关系管理平台，以及 Adobe 这类创意和内容工作流平台。这类公司要看的不是有没有讲人工智能故事，而是人工智能能不能提高用户粘性，提高单用户平均收入，提高续约率，并让客户愿意额外付费。第二类是需要观察验证的数据和基础设施型软件，比如 Snowflake、Datadog、MongoDB， 它们不一定直接被智能体替代，但市场会问，人工智能到底是增加了数据、监控、开发和数据库需求，还是让预算更多流向云厂商和模型公司？这类公司关键要看客户使用量、净收入留存率，以及人工智能工作负载是否带来增量消耗。第三类是风险更高的功能型软件，
如果一个软件主要靠单一功能、轻量流程、界面效率或者简单自动化收费，而且没有太强的数据壁垒和工作流嵌入，那它更容易被智能体压缩价值。所以软件股不是一个整体，真正要看的不是软件该不该买，而是这家公司到底属于哪一类。这期真正的结论也不是人工智能利好硬件、利空软件这么简单，更准确的说法是，人工智能短期先让硬件收钱，中期会重新筛选软件，长期真正的赢家是那些既掌握数据和工作流，又能把人工智能变成付费能力的平台型公司。